两个人看的电影和战一晨夫妻俩看的不一样，观影室也不一样，自然就遇不到。不过兄弟俩在看完电影出来后，在电影院外面遇上了。战月带着曾小雅先来开车，战一晨夫妻俩在后面，前后相隔不到1分钟，不就遇上了。二哥，战月车子开过来，要经过战一晨停车的位置，他看到自家二哥后停了车，按下车窗，皮笑肉不笑的叫了二哥一声：老八，你和曾小姐也来看电影吗？乐乐呢？见到自家老八，战一晨是有点意外，看到坐在副驾的曾小雅，他朝曾小雅点头笑笑，算是打招呼了。你还记得乐乐呀？让我帮你接乐乐放学，你就撒手不管了。你要是工作忙加班就算了，你让我帮你带孩子，你跑出来。老八，宁云初凑近丈夫，笑着叫了小叔子一声。战月抱怨的话悉数吞回了肚子里去。二婶天磊出差回来了，他也去了幼儿园接乐乐，我们俩一起送乐乐回家的。我给乐乐做了饭让他吃。天磊带乐乐在附近玩，我便带小雅过来看场电影，没想到会遇到你和我二哥二嫂。电影好看吗？你们看的是什么电影？宁云初笑着回应：天磊回来了呀，他都没有告诉我他回来了，电影蛮好看的，主要是能出来放松放松，挺好的。我和你二哥平时忙于工作，周末又带娃，好久没有出来放松放松过了。今晚有你们帮我照顾乐乐，才能出来放松放松。战月嘴尖地道，以后二嫂想出来放松放松心情，尽管打电话给我，我去帮你们接乐乐，照顾乐乐。宁云初笑着，那多不好意思呀，偶尔一次还可以，经常那样，二嫂是不好意思的。一家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的侄儿女个个都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我的眼珠子，我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。那以后我和你二哥想出来放松一下心情，再让你帮我们照看一下乐乐了，不跟你客气了。好，二嫂只管使唤我。宁云初说道：不早了，你赶紧送小雅回去，她明天还要上班呢。我们也回去了。二嫂，我们回去了。曾小雅也向宁云初夫妻俩摆摆手，说着再见的话。等到战月开车走远了，拉开与二哥二嫂的距离，曾小雅好笑地问他：你好像很怕你的嫂嫂。是的，对着你二哥就是一顿对一顿抱怨，你二嫂一露面，你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。战月笑着：我的所有嫂子都是我的护身符，要抱紧他们的大腿，当我被哥哥们欺负的时候，跟嫂子们说一声，他们自会替我收拾我的哥哥。咱们嫂子才是惹不得的人物，在咱们家里，个个说话都是响当当的，哥哥们可以使劲的骂，使劲的抱怨，但对嫂子们一定不能骂，不能抱怨，要温和的态度，要尊敬的，对嫂子好了，哥哥们就会对我好。他们都是宠妻狂魔，宠妻狼魔呀，你要理解这4个字的意思。曾小雅笑道：明白，我明白那4个字的意思的，又不是刚认识战月，认识这么长时间了。对于战月的哥哥们，个个是宠妻狂魔，他早就知道，见证无数次了。所以我可以不给我哥哥们面子，但我嫂子们的面子我是一定要给的。骂我哥，我哥不会跟我计较，但骂我嫂子，我哥能把我的嘴巴缝起来。曾小雅哈哈的笑，那是很多人都说，宁可得罪战少，也不能得罪战少奶奶。战月恩着，就是那样。我们这些当弟弟的，也和外面的人一样，宁可得罪哥哥，也不得罪嫂子。你跟我家老九接触的少吧？你是不知道，他最受宠了，他早早就抱住了大嫂的粗大腿，后面每多一个嫂子，他就先抱嫂子的大腿。现在各个嫂子都疼他，疼得不行。只要有一个嫂子在场，哥哥们没有一个敢说老九什么。他是最有眼力儿的那个，我大哥都说他了。你弟弟我是很少接触，感觉他还没有定性，像个孩子似的。他最小的吗？我们都疼他。
天塌下来有8个哥哥撑着，他当然可以一直当个小孩子。最让人羡慕的就是他了。曾小雅理解地嗯着，的确，最小的孩子哥哥们都疼着，有什么事哥哥早就解决了，哪里轮得到他来解决？有那么多的兄嫂疼着护着，占9少是可以尽情的玩，尽情的当个孩子。咱们不是直接回家吗？曾小雅发觉不是回家的路，问战月，还要去哪里？不是说了看了电影再去逛逛街吗？最近天冷了，我都没有厚衣服可以换，咱们去买几套衣服。曾小雅想说，堂堂占家8少爷怎么可能会缺衣服？他的衣服都是请服装设计师帮他量身定做的高定货，比外面买的好太多了。等等，他这是暗示他送几套衣服给他吧？曾小雅失笑，于是他没有反对，由着战月带他去购物。逛街购物时，战月总是给他买东西，他就给战月买了几套西装。他天天上班都是穿西装，而且他穿西装更帅，也更显成熟沉稳。他喜欢看着西装革履的他帅呆了。战月还给二叔二婶也买了东西。曾小雅的父母回来的少，只要他们回来，战月也会送礼物。上次曾老爷子过生日，战月见到了未来的老丈人，他们对他很是满意。小雅，这几套衣服是给我买的吗？曾小雅将装着几套衣服的袋子塞到战月的怀里时，他很开心地问，又说，我以为你是给你爸和你哥买的呢。曾小雅说道，我爸和我哥平时不穿西装，你天天上班要穿西装，当然是给你买的。你不要嫌我买的不好就行，你平时穿的都是高定的，我买的不是高定，比不上。不嫌弃，只要是你送的，就是地摊货。我也喜欢。战月笑眯眯的，我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收到亲人以外女性送给我的衣服。我今晚回去就让人帮我干洗，明天就穿着去上班。曾小雅笑，她送的衣服肯定比不得她自己买的，不过她喜欢，她开心就行。想想她也是第一次送她礼物。你生日是什么时候？曾小雅问她，认识你这么久，都不知道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？今年的生日已经过了，我是农历2月份的2月12。曾小雅哦了一声，记住了。今年她过生日，她还没有认识他，没有帮他过到生日。明年他过生日，他一定送一份生日礼物给他，陪他过生日。战月送曾小雅回家，曾家诊所已经关上了门，整栋楼也没有亮着灯，都睡下了。毕竟夜已深。战月停好车，曾小雅边推门下车边说道，今晚太晚了，就不请你进去喝茶了，下次吧。好，喝茶的时间多的是，又不着急，今晚。战月跟着下车，将他给他和他家里人买的东西拿下车。曾小雅说你每次都买那么多，叫你不要破费了，你都不听，又不值什么钱，看到适合的就买了。为了不给他太大的压力，他买的东西都是他这个收入水平消费得起的，不会太贵，也不会太便宜，太便宜的他送不出手。你快回去吧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战月看着他开门进屋，等他关上了门，他才开车离去。每天都是这样过，希望能早点和他同出同进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只要战月有时间，都会去接曾小雅下班，然后带她去看电影、逛街、去公园散步等等，别人约会做的事，他们都做了。转眼间又到了周六，因为程医生要过来，所以本来不是休假的曾小雅特意和同事调了班。程玲玲不是一个人来的，周末放假吗？她家男人以及他那个爱哭闹的儿子也跟着来了。哦，还有慕情的那对龙凤胎也跟着过来，说是想五叔了，他们要来五叔这里过周末。结果他们来到管城后，直接就住进了悠悠山庄。君然和商小飞夫妻俩知道后，马上带着孩子过来。大清早的悠悠山庄便热闹起来。宝宝醒来就去敲开了一间客房的门，叶瑶昨晚就住在这间客房里。
程玲玲夫妻俩带着3个孩子是昨晚上到的管城，觉得提前1晚到达能让孩子们多玩一会儿，所以宝宝今天大早上就先来找叶瑶。瑶哥，你起来了吗？宝宝觉得大清早的跑来敲门，不好意思。旁边的苏猛说道，瑶哥没有起来，能给咱们开门吗？宝宝，你还没有睡醒吧？怎么问这么白痴的话？宝宝不好意思的笑。叶瑶给他们开了门后，转身往回走，嘴上说道，我早就起来了，不过刚洗刷完，准备下楼吃早餐。贝贝还没有起来吗？以前战家的人去了风尘山庄，就喜欢抢着军言报。现在叶瑶兄妹俩长大了，轮到军家的人来了战家，就想抱贝贝。军言小时候是白白嫩嫩的，不过他很少会哭，天性如此，给人一种他打小就沉稳的感觉。贝贝则像普通的小娃娃一样，会哭会闹，会满地打滚，是个很活泼的人。大人们更喜欢他这种性格的孩子。贝贝没那么快醒来，他要睡到8、9点才会起来，有时候会睡到10点多呢。瑶哥，走，咱们出去玩。宝宝说道。叶瑶说道，你们都吃过早餐了吗？没有呀，先吃了早餐再出去玩吧，免得玩一会儿就被叫回来吃早餐。好，3小只一起下楼去。8岁的叶瑶成了游游山庄小孩子们的老大。3小只下楼后看到了海童和程玲玲，2个人在聊着什么，聊得很开心的样子。看到3人下楼，海童微笑地问，今天你们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又对程玲玲说道，小孩子就是这样，不用上学就早早起来，要上学了叫都叫不起来。一样的，我家哭猫也是那样子。海童笑着说，程玲玲，君飞长大变得懂事多了，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爱哭的孩子，你还叫人家哭猫。未成年都还是小孩子，小孩子就爱哭。现在虽然没有以前那么爱哭了，但还是经常会哭的。程玲玲说道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坚强的，不会轻易掉泪，却生了个爱哭的儿子。我怎么听你师傅说你小时候也是个爱哭的？程玲玲立即哑了口，一张脸染上了红色，小声骂着师傅，将她小时候的糗事都爆出来了。妈妈，程姨。宝宝走过来叫了海童一声，又礼貌地向程玲玲问好。苏猛和叶瑶也跟着打招呼。程玲玲审视着苏猛，对海童说道，苏南的这个长子是快练武的料，你还想收徒弟吗？海童问他，只要你想收徒，苏南立即就能带儿子上门拜师，要是方便的话，顺便连我家这个都收为徒吧，不求他能像龙庭那样能学到一半也好，龙庭才是真正的天资聪慧之人，学什么都快，也学得很好。程玲玲笑道，我就不收徒了，有龙庭一个徒弟接我的班便可，君飞是我儿子，也等于是我的徒弟，我这毕生所学传给他兄弟俩，不会失传就行。宝宝，你带2个哥哥去吃早餐。海童先支开3个孩子，讨论孩子优不优秀时，他不想当着孩子们的面说，免得伤了孩子的自尊，也怕孩子们听到夸赞的话会骄傲自大。在他看来，战家小一辈的孩子都很聪明。宝宝带着2个哥哥去吃早餐，等孩子们走开了，程玲玲说道，苏家的孩子我也不好收为徒，他们家的孩子也不需要拜谁为师吧，我就是觉得苏猛是块练武的料，你宝宝也不错，如果你们2家愿意的话，我可以牵线，让飞鹰哥教他们功夫，不管是飞鹰还是银狐哥，他们都可以带苏猛和你家宝宝，可能飞鹰哥更喜欢苏猛吧，苏家的孩子适合干他那一行。海童笑道，我们没有不同意的，能得到2位大佬的青采，那是孩子们的福气，就是他们现在都在读书，刚上小学1年级，练武的时间不是很充足，孩子们不仅仅在习武，也要学其他，还要读书写字玩乐，感觉小孩子跟他们大人一样的忙。
程玲玲说道，这个倒是不用你们操心，若是我那2个兄长愿意的话，他们自己会安排时间过来教他们，我想他们不会不同意的。你们家的孩子天资都不错，各有各的好，当然没有他唯一的徒弟那么好。这句话程玲玲没有说出来，在他眼里，他家徒弟是天底下最好的孩子，连他亲生的儿子都不如徒弟。玲玲，那你帮忙牵牵线，让孩子们多学点，不指望他们将来干出多大的事业，至少有自保的能力。好，放心吧，我会说的。我那些哥哥姐姐们正到处挑传人呢，我让他们过来挑挑，他们看中的，就算你们做父母的不同意，他们也会悄悄教导。就像杜雨萌一样，当初杜家没有同意的，后来杜雨萌还不是偷偷的跟着学，再后来杜家知道了，最终答应，就让杜雨萌离家学艺。贝贝要几点起来？程玲玲问道。海童答道，他一般都是8点多就会醒来，有时候会睡久一点，就要9点或者10点，不过睡到那么晚的很少。海童，我是真羡慕你儿女双全了，2个孩子都很可爱，我就很喜欢你的一双儿女。海童笑道，你也可以儿女双全的，生个2胎呗。不生了，有君飞1个足够，就养他1个都吵死人，再生1个又不能保证一定是个闺女，万一又是个带把的，又和君飞一样爱哭爱闹的，我头都大。我师父年纪越来越多，精力大不如前，我生了2胎，2胎爱哭闹，我师父可没有精力再帮我带娃，我又不耐烦带娃，军琴每天那么忙，虽然他是个很负责任的爸爸，毕竟还要上班赚钱的，他也不可能带娃，好不容易将君飞带到这么大，我夫妻俩经常能当个甩手掌柜，也不用担心他会饿着冷着，他饿了会自己找吃的，冷了也会自己添衣服。再生1个，一切从头再来，想想都觉得可怕。程玲玲是坚决不生2胎的人，要生早就生了，我那些妯娌们也有生2胎的，不照样生了儿子，就是你表妹生了1个后都不想生2胎呢。海童张张嘴想说什么，又觉得说什么都是徒劳的，生娃又不是想生什么就能生到什么的，像他怀着贝贝时不也担心又是个儿子。他和战印说了，2胎如果不是女儿，就不会再追生女儿了，2个孩子就够了。像公婆年轻时一样，生了2胎还是儿子，就放弃了再追生女儿，害怕3胎是儿子，三婶追生到4胎呢。如今4大金刚，不是人人都能像你和我大嫂那么幸运，能够儿女双全的。谁不想儿女双全的，但没有那个命就认命吧。咱们俩的婆家差不多都是和尚庙晋生儿子。海童笑笑，无法接话。别人说是风水问题，其实是他们的身体都很好，风水可能也有一点吧。海童领会他那句话的深意，脸有点红。可不是吗？占印过夫妻生活就是很强。000，海童的手机响了，他的手机放在茶几上，连忙拿起来，看了一下来电显示，对程玲玲说道，是我们家老八。程玲玲示意他接电话，我去看看我家那个哭猫醒了没有，又说要和弟弟们玩个痛快。弟弟们都起来了，他还在跟周公打架。程玲玲起身走开，不听海童和战八少的通话。战月是想问一下程医生是否真的来了，他昨晚还留在市里，想着程医生来了，他今天就带曾小雅回老宅吃饭。00他们昨晚到的，他一家3口还有你晴姐的2个孩子跟着来了，说是想念五叔了。海童笑道，你赶紧去接了，小雅就回来。这2天山庄里会很热闹，你菲姐一家3口也过来了。沈小军开始有妊娠反应，吐得很厉害，吃下去没多久就会吐，吐完又想吃。他说怀苏猛的时候都没有受过这种折磨，现在怀2胎吐得难受，他就没有心情过来了。长子扔在战家玩吧，反正苏猛也不想回家，就喜欢住在战家。苏南心疼爱妻，老婆大人不过来，
他哪里会撇下老婆大人自己过来呀？干脆也不来。苏猛则是乐不思蜀，提都不提回家的事。爸爸来接他，他还哭，死活不肯回家呢。回家哪有在战家这么多的伴儿玩呀？现在妈妈肚里有了小弟弟小妹妹，爸爸天天紧张着妈妈，也没有时间，没有心情带她出去玩。不像海阿姨每个周末都会陪孩子们玩，不是带出去玩，就是回山庄里，让他们能够尽情的奔跑撒欢。海阿姨说了，等他们放寒假，就带他们去战六叔那边看雪。战六叔那边到了冬天会下大雪，雪很厚，能堆雪人，打雪仗。虽然他们早就见过了真雪，还是很喜欢冬天去看雪。管城的冬天是绝对不会下雪的，不仅不会下雪，都不冷呢。往年这个月份已经很冷了，白天一般都是10几度。今年到这个月份，离过年还有1个多月，白天的气温还有20几度。大人们都说今年的管城就没有冷过，这样的气温怎么可能下雪呀？想看雪就得去北方才行。苏猛知道自家妈妈肚里有了小弟弟小妹妹，父母会很长时间都不会带他出去玩，连管城自驾游都少了，更不要说去省外旅游。唯有紧抱着海阿姨的粗大腿，海阿姨去哪里才会带着他去。战月说道，我就怕程医生临时有事不来，让小雅空欢喜一场，急我现在就去接小雅。大嫂，我今天决定向小雅表白，你看可以吗？海童笑道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，早就叫你表白的了。不过你们俩现在已经和情侣没什么两样，就差说出来了。2个早就是情侣的相处模式。战月说道，我这不是想着策划一下方案吗？二哥说真心最重要，不需要什么方案。我想想也是，就不去纠结那些了，真心最重要。